齐法医来了。大胖，正好，你的好队长说想要试一下这个新药，如果分子式没错的话，应该不会出问题吧？吴永昌，你把韩聪放了，我来给你们试药。那不行，你可不能出事儿啊！如果分子式出错的话，我找谁算账啊？请。老师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别动他，冲我来！吴永昌，你有本事冲我来！你他妈，你是个懦夫，缩头乌龟！你有本事自己来啊！缩头乌龟！你有本事你自己来！住手！韩风，韩风！你的，啊！韩风，韩风！啊！还是不痛。司长，司长，这个配方还是不完整的，对吗？吴永昌，你快把配方给他们呀！他们要杀人的！你不要再继续错下去了。你究竟还想害死多少人？配方是你给的，如果他死了，也是你杀的。我不想再死人了。我不想死人了。警察来了！快跑！警察来了！快呀！走，别管他们了。韩风，怎么样？全到了，快，都到了。你去找吴永昌，我去侦风之器，小心。小心！来，永昌，我们去自首吧。吴永昌，你要干嘛？今天我哥的命，你必须还！你们都得死！
要再浪费时间了，请你们相信我，胡杰的死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跟我们说一说你跟胡杰的关系吧。我和胡杰是在大学的一场美术竞赛中认识的。她长得非常漂亮，也很有才华，我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。那年暑假，我偷偷去李家镇去找她。你在拍什么呢？拍着你啊，你看。你把它删了吧。啊？删了，快点儿！哦。你快点删了。哦，好好好。当时我也非常好奇，反复问他往湖里丢的是什么，他不肯告诉我，反应非常的激烈，而且坚持要让我把照片删掉。你看到丢的什么了吗？没有。但是后来听镇上的人说，那天湖山有人死了，是被钢笔扎进脖子里扎死的。再结合胡杰看到我拍照时候的反应，我就猜测这件事情是不是和胡杰有关系。被他扔进湖里的，有没有可能就是那支杀人的钢笔？那你当时为什么不报警？我喜欢他，他是那个我想要去守护的人。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，这个秘密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是不是只要我可以保守住这个秘密，他就能一辈子都在我身边？所以你把照片删了？没有，那张照片在我的电脑里，你们可以去查。可就算是这样，胡杰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。那个时候的他喜欢着另外一个人。你认识他吗？没见过，不认识。我只知道，他是胡杰在江城美术竞赛参加比赛的时候认识的。那场比赛，胡杰拿了银奖，那个人得了金奖。他带着自己喜欢的人去到了李家镇，可那个人偏偏又喜欢上了他的好朋友樊江雪。我太了解胡杰了，他一定接受不了。所以我去李家镇，也是为了安慰他。是我没有保护好胡杰，才发生了后面的事情。这是我哥。警察同志，到底谁是杀害我哥哥的凶手？凶手我们还在调查当中。我和我哥哥已经好多年没见了。上个月我特地去看他，他那个时候精神状态就不是特别好，有些怪怪的。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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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什么呢？你来了。
你对谁像呢？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奇怪了。来，倩倩，吃菜。哥，倩倩已经走了，你好好的生活，振作起来啊！倩倩永远都在我身边。后来我想劝他，他就朝我发脾气，我们就吵了一架。没想到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我以为他变成这样，是因为倩倩，但前2天我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留下了很多药。你能带过来，我们检测一下吗？这就是阮明宇说的那张照片，时间有点久，分辨率最高也就这样了。放最大了。韩队、朱队，阮明宇说的那个江城美术竞赛资料被我找到了，这是作品集、报名资料。这个比赛已经停办几年了。对了，这是胡杰的银奖，这个是金奖。这个金奖获得者的资料找到了吗？有。对，就是他。陈楚川。啊。陈楚川。他是齐思哲医科大学的朋友。朱队。樊建雪的头发样本比对结果出来了吗？现在还在做。还要多久？我尽快给你。朱队，胡杰家采集的头发样本和阮明宇匹配上了。结果出来了，通知我。好。韩队。胡杰家的比对结果出来了，是阮明宇的。画上的指纹比对还需要一段时间。我们先开始吧。你和胡杰在餐厅吃饭产生了分歧，他先走，你后走。监控显示，你离开的时间是晚上7点36分，胡杰死亡的时间是晚上9点至11点。我们已经确认胡杰家是第一案发现场。在他家里发现了你的头发、指纹、皮屑。我和胡杰是朋友，经常去他家，在他家里发现我的这些不奇怪吧？另外，我给你们提个建议，办案子的时候稍微动动脑子。我怎么可能杀他？我靠卖他的画赚钱啊！胡杰不是你杀的，看见我们为什么跑？这2幅画虽然角度不同，但是是同一个地方。14年前你去过李家镇，樊绛雪被杀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胡杰的死到底怎么回事？主任，结果出来了，旧画上的指纹和阮明宇食指的指纹都不匹配。好，知道了。主任，比对结果出来了。
为一定会抓到凶手的，对吗？你知道什么，最好跟我们交代清楚。和胡姐姐在餐厅分开之后，我确实去了她家，也的确是为了这幅画，但我真的是要帮她，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。小姐，昨天晚上卖家又打电话来催了，这都1个多月了。那幅画你打算什么时候交？我好不容易出来吃个饭，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么扫兴的事儿？我也不是想扫你的兴，可是你已经很久没卖画了，现在终于有人要买你的画了，你应该知道你有多需要这笔钱啊！如果有什么不合你心意的，你跟我说，咱俩好好商量。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画无价。那你跟我说，你在国外那些欠款，你打算怎么还？咱们能不能不说这事儿了？小姐，我是你的经纪人，我们合作了很多年了，你应该很清楚，我在意的并不是自己的那部分抽成，我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为你好。能不能不说了？真的特别烦。我知道那是你很多年以前的作品，跟你现在的风格完全不一样，你不想卖，但是现在终于有人愿意买你的画了，而且出的价钱很高。我希望你能正视你现在的处境，你明白吗？哎呀，你到底是不是疯了？哎，你放开我啊！在我家的时候，我就跟你们说了，胡杰的情绪一直很反复，他的做法让我非常的生气。但是气消了之后，我又非常担心他，我给他打电话，打了很多个，他都不接。我就想着去他家看看，看看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。当然，我更想弄清楚这幅画出了什么问题。你是几点钟去的胡杰家了？大概11点多。那天喝了酒不能开车，我打车去的。你们可以查我的订单记录。怎么进去的？胡杰那个时候在国外，他的这套房子是我帮忙张罗着买的，我有一把备用钥匙。进去都干了些什么？我是擅自进去的。另外，我不想让胡杰知道我有备用钥匙，所以我有点紧张，就没开灯。我想看看能不能在他家里找到那幅画。那一瞬间我就懂了，他是因为把画弄脏了，没有办法交给我。他想重新画一幅，却又画不出来，所以就一直拖着。阮明宇的指纹和那幅没有落款的画上提取出来的指纹不匹配，头发和现场比对呢？不是源自于同一个某许家族。团队，我刚刚确认过了，阮明宇家大楼的保安可以证实他的说法。他9点多回家，11点之后又离开家，轿车记录是符合的。嗯。喂，小苏。好，知道了。宋维民的妹妹来认尸了，我去一下。你继续。朋友出事当天他刚好不在，出完事之后他立刻出国，这个胡杰肯定有问题。从年纪上来看，和无名死者也很接近。喂。
喂，韩队，我们在网上找到一个女孩，身上的纹身跟无名尸体是一样的，具体的身份我们还在调查。我把照片发给你。小苏，发给韩队。好。是胡杰。这个人是李家镇死者的朋友，他叫胡杰。我会把这胡杰资料传给你，你找他家属对比一下 DNA， 确认身份。好。来了，这小屋啊，早先是给附近护林员休息使用的，久了渐渐就没人了，所以啊，也就荒废了。进来看看。来，降雪、胡杰两个孩子啊，以前常常到这儿来玩，但是。自从降雪出了事以后啊，这地方就更没人敢来了。哎呀，哎，当心点啊！没事。镇上啊，有些孩子把这说成是鬼屋，啊，来探险。偶尔啊，会有几个调皮的孩子上来看一看。哎，注意脚下啊，这边。这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啊，尸体就在那个位置。这里吧？对。当时，法医鉴定是颈动脉被刺破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，凶器是一支钢笔，但在现场没有发现那支行凶的笔。怎么断定的是钢笔啊？伤口形状吻合，在伤口里发现了钢笔水。当时我们在现场发现了画板，樊降雪身边有一支钢笔。上面只有他自己的指纹，但没有血迹。另外啊，我们在现场发现有人明显打扫过，指纹、足印，通通没有。最后找到了一根头发。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。当时凶手的作案手法是怎么确定的？死者伤口的创面是在右侧颈部，从创口到用力分析，应该是正面斜刺入。但是，要是用右手的话，只有反手刺入。凶手的姿势啊，非常的别扭。但是如果用左手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，凶手是左撇子。对。当时我们就是这样判断的。那个头发的比对是什么结果啊？那根头发呀是个断发，根本没有连接毛囊，所以不能用来确认身份，只是知道不是樊降雪自己的。现场只有画架，却没有找到画。我们觉得也挺纳闷的，以为是被风吹走了什么的，
最后派人把这附近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找到花。凶手应该留下了证据，所以把它拿走。不知道。部队，我们联系上了胡杰的父母，他父母目前都在国外。他父母说胡杰已经回来几个月了，但是我们查了他的通话信息，因为他的手机号是澳洲的，所以目前没有有效的信息。这位是他家的保洁阿姨，她给我们开的门。部队，阿姨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咱坐下聊吧。哎，来，阿姨坐。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。您上一次见到胡杰是什么时候？前天来打扫卫生的时候。您是几点钟来的？大概下午2点吧。那个时间胡杰在家吗？在家。我下午开始打扫卫生，差不多6点走的。胡小姐下午5点多出去的，好像约了其他人吃饭。查到嫌疑人车牌号了 ，B53617，车牌号是假的，但昨天晚上交警追踪到他进入了枫林都城小区，并且停留了1个小时。最巧的是，小区在同一时间发生了坠楼案。那个人那天晚上就去找王晨。他们说吃了这个就有勇气跳了。主任，汪晨的血液检测报告出来了，查出了麻醉剂的成分。哎，这是啥？啥呀？这么重呢？大仙儿，帮我抬一下。哎呀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这是人！报警！报警！问的怎么样？哎，林哥，老板说没有任何陌生人出现过。问问他们。好嘞。林哥，我这边也问了几户人家，目前也没有什么发现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韩队，这个尸体是那2名环卫工人在垃圾桶里面发现的。我刚才转了一转，这附近没有一个摄像头。怎么样？初步确认是一名年轻女性，除了脸部遭到毁坏以外，手上的指纹也被磨掉了。对，你说合成最近怎么这么多凶杀案啊？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，晚上9点到11点。潘哥，怎么样？死者为女性，身高1.65米，体重100斤左右。从死者的长骨末端骨骺线至耻骨联合面来推测，死者的年纪应该是在29岁至32岁之间，没有生育史，生前也没有被性侵过的痕迹。我们在死者的胃里发现了一些食物的残渣，有牛肉、面包、西兰花，血液当中还有酒精的成分。根据尸体的几项数据以及胃内的食物残渣来推测，死亡时间大概是在2天前的晚上9点到11点之间。死因是大出血。
致命伤，在颈动脉。这是什么凶器？凶器的形状很特别，很像是三角形一类的片状物。伤口在右侧，凶手是左撇子，很有可能。DNA 呢？失踪人口当中没有找到符合的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他腰部那个纹身开始着手查。我想起来，我好像看过一个悬案，死者身上的伤口跟他的很像。14年前，李家镇发生过一起杀人案，死者是19岁的女大学生，凶手至今未能找到。当年的办案民警推断，凶器是一支钢笔。现场有找到凶器吗？没有。这个案子还有更多的资料没？更多的资料估计得回到案发地，找当年办案的刑警，了解基本情况。你觉得这两个案子有关联？从伤口上来看，确实很像，但如果要判断凶手的手法是否一致，还需要更多资料。行，那朱队，你跟进一下纹身的线索，我们去李家镇。韩队，哎，李所，齐主任是吧？你好。好，你们提的案子呀，资料都准备好了，进去谈吧。好，来，来，喝茶。谢谢。啊，你们提的这个案子呀，当年在我们镇上闹出的动静挺大的。跟我说说吧。这个死者呀，叫樊绛雪。是个隔代教养，就是奶奶养大的。我们呢都是看着她长大的。她从小啊就喜欢画画，经常到后山上去写生。出事那一天呀，镇子全乱了，县长啊也是手忙脚乱的。当年没抓到嫌疑人吗？我们这个小镇呀，没有发生过这么凶残的案子，再加上10几年前，侦破手段也不成熟，我还在想，这个案子是不是到我退休了，也破不了。哎，你们发现的那具尸体，伤口真的跟绛雪的一样？会不会，凶手是一个人啊？现在还不确定。这个人是，哦，这个丫头啊叫胡洁，和绛雪从小一起长大的。绛雪家境不好，但是胡洁这孩子心地善良，不嫌弃她。两个人啊，经常一起上山画画。当时案发的时候，这个胡洁在场吗？那天她说她感冒了，她在家里，没一起去。哎呦，幸亏没有去，她要是去了，说不定也出事了。他还住镇上吗？能带我们见见他吗？这个绛雪的案子没有破，镇上啊人心惶惶的，很多人都搬走了。这个胡洁啊，听说是让爸妈给安排出国留学了。朱队，我找了几家纹身店，都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继续找。好。杜队，我找到了。我在网上的一个博主的视频里面找到了一个女孩有同样的刺青。对，就是这个纹身，跟无名尸体一模一样，连位置都一样。听说她10几岁就出国留学学艺术，最近刚回国。叫什么名字？还不知道，只知道她的网名。尽快确认一下这个女孩的身份。是。原来在国外啊，难怪查不到。刑案小说啊，